我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你5岁的生日宴上，你嚷嚷着要吃餐品里的玫瑰花糖。今天我把它送给你。18岁的宋芝芝，18岁的安妮小姐，你好。这是你在网上发布的第一个设计稿，这是你事业的起点，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，所以我亲手把它做出来了，送给你。22岁的宋芝芝，你好。那一年你在海外留学，很想念国内的美食，学习压力也很大。你在网上吐槽说削铅笔削到累，用过的废纸也很难扛下楼。对不起，那个时候我帮不到你，但以后你所有的铅笔，我都帮你削。芝芝，这份礼物对于我来说很珍贵，是我妈妈生前从来没有发布过的设计手稿。她一直都在研究古法金怎么融入到设计当中去。我今天把它送给你，希望它能给你带来灵感。你以后的事业，我都支持你。芝芝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你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，所有的安排，把我的世界搞得一团糟。这一路兜兜转转，让你等太久了，对不起。都怪我太犹豫了，没有尽早告诉你我对你的情感。余生，我想尽我全部的能力照顾你，保护你。我想娶你。芝芝，嫁给我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还有个惊喜。
上次芝芝跟您说过，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合资公司，把雀凤这个项目拿到新的公司去做。季红集团会对这个新的公司进行注资，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从而解决群星珠宝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运行这个项目的问题。您觉得怎么样，伯父？宋总，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那我先去忙。伯父，我也建议您慢慢的把核心团队转移到新的公司。叶太天不是想要群星珠宝吗？我们就把空壳给他好了。白姐，你父亲老纪一直以来都是个重感情的人，我感谢你和你父亲的一片用心。但是我的顾虑，芝芝也一定跟你说了。伯父，我明白。群星珠宝是您呕心沥血一手创办出来的，把它一直当做亲孩子一样。如果让您放弃群星珠宝，如同割心头肉。我猜，另外您也考虑到新公司的股权问题，季家的介入会有一定程度削弱宋家。您怕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这个您放心，我已经向芝芝正式求婚了。芝芝也答应我了，在我们结婚登记之后，这个公司以我们俩的名义去注册，这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。这个新公司会全权交由芝芝去经营，毕竟她在珠宝设计方面比我有天赋。我会全力协助她，做她最坚实的后盾。白健呐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。我相信你的人品，也相信我们芝芝的选择。那我就把我的掌上明珠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对她，不要辜负了她。你们的婚事和组建新公司的事儿，就抓紧时间提上日程吧。爸，你放心，我和白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找到了。哎呀，芝芝啊，你看你总是风风火火、冒冒失失，爸得嘱咐你几句了啊！这马上要结婚了，你得把你们大小姐脾气收一收啊！哎呦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哪有那么任性啊？你对我有误会。我自己的女儿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啊！哎，爸，你看这张照片，我记得是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，然后智妍掉到了喷泉里。是啊，一转眼你们都长这么大了。这张，这张就是我5岁生日那一年吧？这个是白坚吗？不是，这是叶太挺他大哥的儿子叶盛恒。可惜了，出了车祸，一家人都没了。喂，你问白坚，他那天没来，好像说是病了，我还专门让人把礼物给他送过去。白坚求婚的时候明明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5岁的生日宴，难道？别看了，本都要被你看穿了。我得好好珍藏起来。不过真没想到，我们俩第一次合照，竟然是在结婚证上。哎，对了，我正想问你呢。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，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在我5岁的生日宴上。我回家翻相册，发现你那天根本就没在啊。后来我问我爸，我爸说那天你生病了，你是不是忘了？啊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咱现在把照片补上。行啊。
要不我拿吧？拿。低一点，往下一点。啊，这样。哎，金先生，以后我们两个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？你想好了吗？知府怎么样？知府是芝芝的芝。对，福是大福的福。我觉得知府不仅能缅怀我的母亲，还能见证咱们的爱情。挺好的。那余生就多多指教了。走吧。走。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，这么神秘啊！这是一个惊喜。把眼睛闭上，转过去。怎么还不让我看呢？让你看了，那还能叫惊喜吗？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惊喜。走吧。走。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是不是远在天边的你来不及去寻寻觅觅，忘记了多久的光景，听老树发这个就是你送我的惊喜。对，这是我送你的许愿树。这上面是许愿牌吗？那你有没有写愿望？没写呢。我想的是，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，愿望会越来越多，咱们都写到上面去。这上面一共有521个许愿牌，我们以后有什么愿望，就都写在上面，咱们努力一一实现。等一下，我曾经因为无知，无数次被人骗，抛弃了他们设下的陷阱。我很难再相信别人，也因为这个，差点错过了你。但是还好我们现在在一起了，我很幸福。我希望在你送我的这棵许愿树上，写下我们一起的愿望，然后我一起实现它。我也希望我们能一直走欢乐快乐，一起走下去。就各自两宽，梦醒不算太晚，初情意沦为空谈，你未曾心软，一定会的。一去无返。来尝尝这个新茶啊，刚刚倒的。叶董啊，今天怎么有空请我喝茶呀？你跟老宋家，你们两家喜结连理，这么大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。
啊，到时候是不是连我的喜酒都没有啊？放心，请柬都给你备好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请喝茶。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事儿挺纳闷的啊。按道理说，这老宋不应该穿着明白装糊涂啊，他怎么会把他女儿许配给你们家白坚了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当年您太太设计的那枚戒指，跟老宋家那条荷尔蒙斯的项链，用的是同一种原石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我想老纪你也早就知道了吧？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联姻是假的。你真正的目的是应该报当年那个仇吧？哎，这个毕竟啊，夫人当年的意外确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，所以我想你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难道你们群星集团就没有在觊觎老宋的群星珠宝吗？别懂，都这么熟了，没必要绕弯子，有话直说。老纪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嗨，我就是做个善意的提醒。有些东西呀，不该你惦记的。那我就谢谢叶董的好意了。不过我秦云雷看上的东西，不会轻易放手。叶董啊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哎，再喝一个呀！不过我秦云雷看上的东西，不会轻易放手。群星集团筹备上市之际，子公司群星珠宝却被爆出已是空壳公司的消息，这是否会影响到群星集团的上市之路，是目前广大股民和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则资讯。对啊，哎呦，宋总终于来了，大家伙都在等你，赶紧坐吧。老宋最近气色不错呀，啊，看来是喜事连连呐。还不都是叶董大力助攻的结果？哦，这里还有我的功劳呢。要我当着这么多老朋友的面儿，那么直白的把话都说出来吗？宋总，只要有证据，您但说无妨。嘿，不过老宋啊，我觉得你不顾集团的利益，把群星珠宝变成一具空壳，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分了。董事会今天找你来，也是希望你把这件事呢说清楚。还不清楚吗？明明是你在背后做局，让群星珠宝的资金链断裂，然后又假装好人，愿意给群星珠宝注资。谁不知道你的狼子野心，意欲何为？宋山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！今天当着各个董事的面，你给我说清楚！叶总别生气，大家先散了吧，会先开到这儿。走吧。叶太平以机关算尽，结果又怎么样？弄巧成拙不说，还促成了群星珠宝跟季红集团的合作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现在已经不叫群星珠宝了，现在叫知福珠宝。老宋，你女儿芝芝，她知不知道季白坚的妈妈的死跟你有关啊？
叶太庭，我劝你不要乱说话，有些话说出来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好，那我就祝你们宋家跟季红集团合作愉快。好，那我就祝群星集团早日上市。谢谢。这种戏弄，什么办东西？齐玉雷这一招釜底抽薪玩的确实高明，也怪我疏忽大意，打乱了您的计划。我说啊，你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乱我计划了吧？啊？爸，回来了，结婚证领到了。哎，看看。好，新公司的准备工作我也安排下去了。白姐啊，这次干得漂亮啊！你母亲的仇终于可以报了。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我无数次在梦里见到你母亲当年离开时候的痛苦模样。她告诉我要替她报仇。她说，当年如果不是宋山的话，到现在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整整齐齐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只叫你母亲在天上也能安心了。谢谢你，儿子。没事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好。想当年，是谁陪你走过了这些风风雨雨？又是谁陪你度过了这些寂寞、空虚、难耐的夜晚？自从有了宋之之，我成第三者，你连正眼看都不看我。你这样我可走了啊！你明天不是都要结婚了吗？我不是逗你高兴的吗？不过老季，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确实不容易，别人不知道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好久了，今天必须要告诉你。你这人吧，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太重感情。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，我是说这样憋屈的只有你自己。就拿你和技术的事来说，你有你的目的，他也能够帮到你，帮他等于帮你自己。但是兄弟就提醒你一点，千万不要被这些仇恨压垮了。这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吗？我希望你活得轻松一点儿。自从你跟芝芝在一起之后啊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但是我感觉你心里可是倍感煎熬啊。
你想把你所有的计划全盘向芝芝托出，但是你又怕季叔不高兴。兄弟，咱做事啊要为自己考虑考虑。你能把嘴闭上吗？行，我不说。但是，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，只有你自己能决定。我也挺感谢芝芝，有她陪在你身边，就希望我兄弟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，永远被爱。也祝你幸福。老纪，新婚快乐！爸，今天你辛苦了。有啥辛苦的？我就你这个宝贝女儿，你的婚事我肯定要亲自操办。啊，对了，之言跟他的导师去欧洲采风了，请不下来假，他不敢跟你说，怕你生他的气，让我转告你，说下次回来一定给你赔罪。去欧洲啦？看来他的摄影之路发展的还是挺顺的嘛。还有你奶奶的身体，医生说不能受刺激。你结婚这事儿，我没敢跟她说。没事儿，爸，等婚后我和白坚我们一起去看奶奶。芝芝啊，爸年纪大了，人老了就总爱想以前的事儿。你妈走得早，爸爸以前整天忙着工作，每天就盼着你们啊早点长大，早点独立。可是你们真长大了，你弟弟在国外，你又马上要嫁人了，我这心里头啊，还真有点失落。想起小时候啊，我每次下班回来啊，你们俩就围着我转啊，叽叽喳喳，吵吵闹闹，有时候把我给烦的呀。现在想起来啊，真是其乐融融啊。行了，你们都长大了，也都有自己的生活了，我的宝贝女儿要嫁人了，以后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了，我这心里头。爸，我只是嫁人了，又不是以后不回来了。等我和白金结婚之后，我们一定常回来看你，别嫌我们烦就行了。芝芝，爸问你，白坚对你是真心的吗？爸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？也没什么，我就你这一个宝贝女儿，我马上就要亲手把你交给另一个男人，舍不得呀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担心白坚跟我在一起，跟我结婚是有目的的。你担心我们两个的婚姻会变成商业的牺牲品。你担心他对我不好，给不了我幸福。爸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怀疑过他，也刻意跟他保持了距离。我们两个恢复婚约，我也是有我的目的的。我希望他能帮我们群星珠宝。
可是后来我发现白简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从他救了之言，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命，再到后面股东大会上，他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我，为了支持我。再后来，他陪我去看奶奶，跟我讲了很多真心的话，我感受到的都是真心。他给了我很多安全感。爸，我相信他能给我幸福。就好。芝芝啊，你真是长大了，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。爸爸相信你有你的判断，也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既然你选择了白坚，那我也相信他，相信他会让你幸福。你明天呢就要结婚了，夫妻之间以后难免磕磕碰碰，以后你不能再任性了啊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要是真受了委屈，要是被欺负了，就跟爸爸说，爸爸是你永远的坚强后盾。怎么还有10个小时？睡觉。才过了1分钟。啊，对了吗？还没有。喂。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就睡着了，被你给打起来了。行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哦，那你也是，晚安。芝芝，啊，我爱你。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呀？晚安。
今天加油哦！你先休息会儿啊。好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小心点。子明哥，我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平时穿再高的鞋也不会摔啊。你呀，就是太紧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会是最幸福的人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。看这边，哎呀，好一个意气风发新郎官啊！怎么样，歪没歪？特别正。哎呦，这前2天这是谁呀？愁眉苦脸的，怎么跟今天镜头里的人不一样了？老纪，高兴一点，再高兴一点。咱们走吧。走。我跟你说，别紧张，这事儿1回生2回熟。来姐，爸，今天是属于你的大日子，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。好。请到场的各位宾客就座，季拜坚先生与宋芝芝女士的婚礼即将开始。接下来呢，就有请我们的新郎入场。真帅啊！你按照流程出来就可以了啊。进。你现在紧张吗？说实话，紧张。好，那就请我们的新郎继续保持这种心情，去等待着我们的女主角出场。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。
有请新娘入场。彩排的时候我还好好的。芝芝，怎么回事？芝芝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分得找。芝芝，芝芝，喂，芝芝没有回家。你找到他了吗？没有。宋芝芝，芝芝，别过来！离我远一点！芝芝，你怎么了呀？你怎么突然间从婚礼现场跑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你告诉我。齐白姐，你敢做，你还不敢承认了是吗？说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是我侄女儿的大喜日子，我怎么能不来送份厚礼呢？看在您跟我爸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，我叫您一声叔。但是这份礼物就不必了。哎，如果我说这份厚礼是有关群星珠宝被套空的真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群星珠宝走到今天这一地步，你爸爸的心血付之一炬，这幕后真正的操盘手，就是你马上要嫁的那个季白坚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？你好好想想，现在是谁真正掌控着群星珠宝核心团队的命脉？谁掌控群星珠宝核心命脉，我不知道。但是群星珠宝被害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不是拜您所赐？拜我所赐？看来闺女，你真的是对叔误解太深了。没错，是我逼你爸爸交出股份，为的是让群星集团早日上市。可是你知道吧，那个季白坚早就在幕后布局了。他就是要等到你们群星珠宝陷入危机，他好趁危而入。他以基金投资的名义，把核心团队全部转移了，让群星珠宝成为一具空壳。建立知福珠宝，是我和季白坚商量好。如果你要是用这个事情挑拨离间的话，未免也太过儿戏了吧？你说我挑拨离……哎，你自己听一听，他怎么会把他女儿许配给你们家白坚了呢？
你们这个联姻是假的，你真正的目的是应该报当年那个仇吧？不过我秦云雷看上的东西，不会轻易放手。我劝你不要坏了我的好事。季白坚的母亲，当年在大福珠宝，因为公司丢了一批从斯里兰卡进口的原石，她为此抑郁自杀了。季云雷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，直到前不久，他发现这批原石在你们宋家的仓库里。所以，现在他要把两家的联姻作为对你们宋家的报复。什么原石？我不知道。至于那个季白坚，一直怀疑他母亲的死跟你爸爸有关，所以他一直精心布局，为的是抢走你爸爸的一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白坚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看看这个吧。其实，那个季白坚从一开始就在算计你。他帮你在竞选公司总经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那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怎么可能拿出20%的股份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他们季家这么多年一直在收集你们家的股份，为的就是掏空你们的公司。傻姑娘啊，你现在居然还要想嫁给他，还要把群星珠宝双手奉献。言已尽此啊，叔也没啥好说的。芝芝啊，好自为之吧。我还是太单纯了，居然没有想到，原来我才是你的猎物。季白坚，我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，还是都是假的。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管你听到什么，都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。可是什么样子？你说呀？你怎么不说了呢？是你不能说，还是你不想说？好，那我问你，
从一开始你接近我，跟我恢复婚约，是不是另有目的？是。那你帮我，救我，对我做的种种，是真心还是假意？都有，但是我叶大体做的这个局，其实你早就知道，但你不但没有告诉我，还眼睁睁看着我们群星珠宝中计，对吗？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。那你爸是不是让你透过制服珠宝来掏空群星珠宝？你说呀！是。金儿姐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：跟我结婚，是不是也在你的算计当中？我承认一开始我是骗了你，但结婚是真的。果然，你对我的感情从来都不是纯粹的。季白姐，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。芝芝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听我跟你解释。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，是因为有我说不出来的苦衷。我三言两语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。但是你相信我，我想跟你在一起是真的，我想结婚是真的，我爱你也是真的。我都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你的。知道吗？当叶太挺跟我说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多希望是假的，我多希望他是骗我的。但是不是啊？你才是骗我的。芝芝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错了。你没错。也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。如果真的还能重新来过，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芝芝，季白姐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，离婚吧。用在我身上，表演有多夸张，我都配合鼓掌。完整的心脏落地传来余声，巨响。你惯用的伎俩，别用别人身上。这完美的假象，刺破后变空荡，在眼神交汇时，好像灭了一道光。怎么样？让我跟他聊聊。我把他交给你，可你呢？你忘了我们的承诺。季白坚，你到底把芝芝怎么了？让他在婚礼上就逃走？我给他打电话，
他只说不让我担心，连句解释都没有。有件事我也需要您给我一个解释。你说，当年季家丢失的那批原石，究竟是怎么到的宋家仓库？你原来真的是为了这件事情，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。是。我爸一直让我调查这件事。我母亲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爸一直生活在我妈去世的阴影里。所以总说，我想了解原石事件的全部真相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当年所有的事情。当年那批原石出现在我宋家的仓库，并不是我犯的，我是被人陷害，就是要栽赃我的这个人，把这批原石放在了我宋家的仓库。当年大福珠宝用劣质原石代替优质原石爆出丑闻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那批原石在我的仓库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已经因为这件事情自杀了。我当时要是站出来，那可真就是百口莫辩的。是，我也去意大利调查过。当年是一个亚洲人提走了原石，用在现金交易，我也拿到了交易记录。虽然上面没有您的签名，但是这批原石却出现在了我宋家的仓库。这批原石我一直都不敢动，也不敢转手，就一直封存在仓库里。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，还专门备注成劣质原石。前一段时间，易文涵开发了一个低端系列，顺手用了这批原石。我发现以后，就立刻叫停这个系列，把大货都封了。白坚啊，我真的没有换你家的原石啊！虽然大福珠宝的陨落成就了群星珠宝，但我宋山绝对不是那样的卑鄙小人。我可以向你发誓，如果我宋山动了你家的原石，天打五雷轰！那您告诉我，当年诬陷您的人是谁？您如果知道些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不管是为了我们，还是只是……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是当时那件事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群星集团的董事长叶太庭。白坚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请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害芝芝。您放心，我跟芝芝在一起，跟芝芝结婚，都是我自己想去做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刚去找你爸了，我们把当年的事情都聊清楚了。不管你想不想听，我都要跟你解释一下。好，你说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
你有什么冠冕堂皇的解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妈当年设计了一款首饰，但原饰被偷换了。以次充好的事情一发生，我妈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。我母亲的离世让我爸非常愤怒，他发誓一定要找到真凶，并且报仇。所以他想利用联姻的事让我调查一下宋家。我之前一直生活在国外，我不了解你，所以他跟我说，我直接就答应了我是慢慢接触你之后了解你了，我爱上你了，我爱你，芝芝。我爱你是真心的，跟那些报仇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。你是真心的，那为什么在我们相处的这么长时间里，你对这个事情只字不提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怪我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及时跟你说我想说过的，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芝芝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我已经弄清楚了，我相信宋叔。原始的事绝对跟宋家没关系，回头跟我爸也会解释清楚的。我觉得背后一定是有人陷害。背后陷害？其实在背后陷害我的不是你吗？几百间。喂，爸。芝芝啊，公司团队被挖走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，公司下个季度的订单也全部被取消了。这次公司的运营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爸，对不起。芝芝啊，这傻孩子说什么呢？都是爸爸欠下的债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其实你去运营知福珠宝也不是不行，你的才华不应该被耽误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是您的女儿，也是群星珠宝的代理总经理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就留在群星珠宝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这孩子，芝芝啊，当年原石被换的事儿，你相信爸爸是被陷害的吗？爸，您是我爸，我了解您的为人，所以我相信你。芝芝啊，爸爸想……爸，我这儿有个电话卡，我先不跟您说了啊。好，那你先忙。
管叔啊，芝芝的婚也黄了。我这一想到宋山，还有季云雷他们当时那个表情，我就哎呀，就他们这点脑子，怎么玩得过叶董您呢？对了，叶董，我刚得到一个消息，意大利的珠宝品牌崔斯特准备进入中国市场，将首次面向中国招募代理。哦。这崔斯特可是国际大品牌啊！如果我们能跟他们合作，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。拿他们的代理权有没有什么困难？有一定的难度。据我了解，他们的中国区代理合作条件有较高的资金要求，而且10天之后就要进行公开竞标。崔斯特这个代理权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，赶紧去筹措资金。是。对了，叶董，既然现在宋芝芝和季白金的婚结不成了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所用。谁？魏子明。其实他的心思宋家人都一清二楚，可是他不敢表白，无非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份问题，而且宋芝芝也一直把他当哥哥一样看，所以他就只好自己默默承受。我知道了，他需要一个身份。魏总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有话就说，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哎，魏总，别着急嘛。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约你出来聊聊。目前，群星珠宝走的走，散的散。以你的能力，之前在群星珠宝也只是个副总，太屈才了。不知道魏总愿不愿意来我们集团？我们叶董一定会非常的器重你，给你一个更高更好的发展平台。毕竟群星集团和群星珠宝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钱秘书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留在群星珠宝完全是因为宋家对我的恩情。至于你说的身份地位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。可是你毕竟不姓宋啊！你在宋家除了可以报恩，得到什么了？哎，就连自己喜欢的人，你都不敢表露自己的心意。但是如果你来了我们集团，你的身份可就不一样了。有了这个身份，你就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去争取你要的。